小道消息，据说尼米兹号舰队长和福特号舰队长私下不和，打算在加勒比海进行一场友谊切磋来解决一下私人恩怨。这下火力军来了兴趣。福特号航母大家应该都不陌生，美海军下一代的主力航母，满载排水量逼近11万吨，是人类历史上建造的最大吨位军用舰艇，没有之一。只不过这家伙自从2017年服役以来，由于电磁弹射技术不成熟，导致迟迟没有进行实战部署。美前总统特朗普甚至表示，建议海军拆除不可靠的电磁弹射器，重新换装成熟耐用的蒸汽弹射器。但美海军实在无法割舍电磁弹射的诱惑，就在这条道上一路走到黑。这不，火力军算算时间，福特号也的确快解决电磁弹射器存在的技术问题，从而形成战力进行实战部署了。那么大伙儿觉得，要是尼米兹级航母和福特级航母战斗群真的在加勒比海打一架，结果会怎么样？是成名已久的尼米兹老将依然坚挺，还是出场海卫的新人更胜一筹呢？美海军的两款宝贝疙瘩福特级和尼米兹级都是当今最先进的重型航母，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一个尼米兹级航母战斗群按9艘舰编队，其投掷常规武器的爆炸威力就相当于1944年菲律宾海战中112艘舰组成的第58特混舰队所携带全部武器的爆炸威力。更何况现代武器装备的实际效能早已远超以往，而福特级航母是以尼米兹级航母为蓝本进行改进的，在整体布局方面没有较大的差异，但福特级体现的是美海军全新的全电舰艇作战概念。按美海军的说法，就是能更好的在未来高烈度、高威胁的环境下作战。但这俩都是美海军的大宝贝，在未来肯定不会厚此薄彼。在航母战斗群的编队配置上，肯定是尼米兹有啥，福特号就有啥。所以我们要想搞清楚他俩谁更厉害，就需要从他们本身出发，对他们进行详细的对比。福特级航母和尼米兹级航母这俩大宝贝都采用核动力，比起常规航母，他们拥有巨大的战斗力优势，对得起他们昂贵的建造使用成本。常规航母想要动起来是必须要有燃料储存空间的，而核动力航母就不需要，省出来的空间和载重可以用来储备弹药和战机用的航空燃油。一般算下来，核动力航母能比常规航母多出3倍的弹药储备量，或是4倍的飞机航空燃油储量，而且核动力反应堆燃料一次就可以用25年，这让核动力航母检修起来十分方便。再加上不用担心动力不足，核动力航母可以保持持续的高速航行，从美国的诺福克军港一路杀奔到地中海。核动力航母能比常规航母快整整2天。而福特级航母作为美海军新一代的海上霸王武器，在技术应用上比尼米兹级航母多了10种新型技术，主要包括有电磁弹射、整合电力系统、双波段雷达、先进阻拦系统以及新型舰载机等等。这其中最让我们津津乐道的就是福特号的蒸电之争。正好尼米兹级航母是蒸汽弹射，福特级航母是电磁弹射，我们正好就可以做个对比，看看两者的差距。福特级与尼米兹级航母都使用了4台弹射器，在弹射器全部使用的情况下，尼米兹级航母一个20架的机队可以以20到30秒的时间间隔起飞，全部升空不会超过10分钟，算上甲板弹射的准备时间，也就只需要半个小时左右。在进行远程对地攻击任务时，尼米兹级航母的4个弹射器可以实现重载起飞。而福特级航母完全继承了多弹射运作的巨大优点，而且因为它采用的是电磁弹射，优势会更加巨大。我们知道，蒸汽弹射是通过高压气缸和控制系统，就像打弹弓一样，将高温蒸汽能量转化为动能，推动飞机起飞的。而电磁弹射则好比把战机当成电磁轨道炮的弹丸，利用电磁斥力将战机弹射升空。电磁弹射与蒸汽弹射相比，在结构上，电磁弹射更加的简单，蒸汽弹射器个头比较大。目前美海军列装的最新型蒸汽弹射器 C132型，总重量超过500吨，体积差不多1000立方米。相比之下，电磁弹射系统采用美军一贯的模块化设计，直线电机可以分段安装和
和拆卸，各部位之间可以使用电缆或无线网络连接，总重量不到蒸汽弹射器的一半，约225吨，体积也只有425立方米。这样大幅度的体积缩减，能为航母腾出大片的改进空间，进一步增强了航母的容量。对于航母来说，有时候多带一架战机，或许就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另一方面就是维护难度和周期会大幅下降。一艘尼米兹级航母上的弹射系统运维相关人数为500人，发生一次重大故障的平均维修周期约为405周。而这些放到福特号航母上，这俩数字分别为350和1300，可见电磁弹射器确实比蒸汽弹射要好用得多。最让火力军看重的是，使用电磁弹射器的战机出动率，蒸汽弹射器采用的是串行动力传输设计。一旦传输管路任意一处损坏，那么整个弹射装置就都会罢工。要是在战时，航母上的战机大部分都会成为靶子。而电磁弹射器采用的是4能量链的并行设计，这样就算其中1-2个损坏，也不会对其他部位产生太大影响，有效提高了战机的出动率，降低了战机弹射过程中的风险。而且福特级航母75架舰载机容量可以确保其一天最大打击2000个目标，其综合作战效能是尼米兹级航母的3倍。我们可以算一笔账，按照美海军空战中心发布的 F-35 舰载机作战需求文件的数据， F-35C 型机的折叠翼展接近 FA-18C 型机，也就是说，一艘福特级航母最多能搭载48架 F-35C 战机，5架 1-2D 预警机，能打击1760千米、360度探测550千米范围内的目标。同时，福特级航母还可以携载新型的 EA-18G 电子战飞机、X-47B 无人机，能显著提升航母作战的电子能力。而尼米兹级航母虽然和福特级航母的飞行甲板机库面积相当，一艘尼米兹级航母可以搭载48架 FA-18C 战机、5架 1-2D 预警机、4架 EA-6B 电子战飞机。在舰载机数量上，双方差距不大，但是谁的飞机更先进，作战效能更好，就不用多说了吧。如果你觉得舰载机差距不大，那我们来看看福特级航母的雷达和通讯。美海军可是下了血本，为福特级航母使用了新技术双波段雷达，这能大幅减少航母所需的雷达型号和种类，不仅进一步节省空间，而且更有利于整体空中和电磁频谱分配，比以往执行对空、对陆、对海、对潜任务更加的得心应手。这种新型雷达技术可以将 S 波段与 X 波段整合在一个资料处理设备里，每个波段各有3个有源相控阵天线，分布在舰岛前后侧。前侧的雷达使用2688个收发模块，主要干一些跟踪、探测中高空目标的活。后侧雷达由625个8通道收发模块，外加5000个辐射体组成。它干的是中低空和海面目标跟踪探测的活，可以为拦截目标提供相应的火控支持。这福特号的雷达新技术肯定是比尼米兹强的，先一步发现，胜率就会大不少。而且福特级航母采用的是特高频中心频系统，和其他舰艇进行联络。啥意思呢？就是说福特级航母在打架的时候，舰艇们的配合会很强，母舰发出的指挥命令不会受到干扰，它的卫星通信系统甚至可以在核战争中都可以有效工作。况且现在美海军正在尝试将民用卫星纳入航母打击群的通信网络，要是成功，肯定也是福特级先用。另外，其搭载 Link 4A1116 数据链，还可以确保舰载机全天时通联，精准着舰。所以在通信指控方面，福特级航母也是比尼米兹级航母强上了那么一丢丢。总体来说，在航母编队的数量类型差不多的情况下，福特级航母比尼米兹级航母本身有更高效的舰载机弹射效率，能先一步发现目标，拥有更强的指控系统。所以要真是让他俩在加勒比海干一架，火力军可能会押宝福特级航母。美海军实力已经是世界第一了，要是福特级航母完成实战部署，那以后美海军会如何安排航母战斗群呢？是单是双，还是3航母打击群一起上？火力军查了查，发现美海军其实从03年伊拉克战争后就缩减了航母战斗群的规模和配置。按照其历次实战和演训情况，美航母打击群应该有3中经典的作战编队，
首先是在面对低威胁情况或是平常巡航威慑时，主要是采用单航母打击群模式，主要包括1艘航母、3到4艘宙斯盾驱逐巡洋舰、1艘核动力攻击潜艇和1艘战斗支援舰。其次是面对中等威胁情况或是低烈度战争时，为了保险就采用双航母打击群模式。最后在面对高等威胁或是参加局部战争、大规模战争时，就直接采用3航母及以上打击群模式，符合狮子搏兔用尽全力的战法。至于具体的航母打击群战法，火力军就以未来福特级航母编队来和大家唠唠。在未来，福特级航母打击群战法应该和我们已知战法差不多，都是各舰沿威胁轴线呈扇形至圆形展开，以航母为中心构建内中外3层防御圈。内层防御圈是以航母为圆心，周围19到50公里范围内由宙斯盾舰负责防空作战。中层防御圈是在距航母278公里处区域，由宙斯盾舰、反潜直升机负责反潜作战，同时自身的潜艇一般会在航母本舰90公里外进行反潜与海探。最后最外层防御圈是距离航母465公里处区域，主要由1、2D 预警机负责早期警戒。同时，航母舰载的 F-35C 战斗机可以根据战况前执行空空、对海、对地作战任务。宙斯盾舰携载的战斧巡航导弹也可以执行远程打击任务。在预警防御方面，福特级航母打击群的预警探测结构主要由侦察卫星、预警机、宙斯盾舰载雷达以及潜艇组成。伴随防御圈同样构成远、中、近3层预警体系。首先是打击群的远程预警，主要由预警机和前哨宙斯盾舰 AN/SPY-1 雷达组成，最大探测距离可达750到1100公里。其中1、2D 预警机的 AN/APY-9 雷达对雷达截面积为3到5平方米的空中目标作用距离648千米，可识别隐身目标和小型目标。另外，配备的电子监视系统还可以对雷达探测距离外的雷达与电子信号进行探测和分类。其次是打击群的中程预警，主要由水面舰载雷达组成，可覆盖463公里的空域，专门对296到407公里内的空中目标进行预警。其中 AN/SPY-1 雷达可同时跟踪200个目标，可提供4到6分钟预警时间。同时，美军还计划在伯克3型驱逐舰上装备新型 AN/SPY-6 雷达。这种新型雷达不仅可在2倍的距离上探测1/2大小的目标，而且它还具备雷达导航和电子战能力。最后的打击群近程预警主要由舰载 AN/SPS-55、AN/SPQ-9B、AN/SPS-67 等型雷达组成，最大作用距离为104公里。主要是对小型水面目标以及低空飞机进行探测，算是最后的查漏补缺，争取发现每一个敌人。在防空作战上，福特级航母打击群的防空作战可以分为预警区和作战区。预警区第一层是天基卫星和上级情报支援，第2层是舰载预警机和水面舰艇。作战区按作战兵力可以分成战机作战区、混合区和导弹防御区。反导拦截区域则分远、中、近程，其作战高度基本在25公里左右。在远程防空反导拦截时，福特级航母打击群的主要作战兵力为 F-35C 以及 FA-18C-EF 战机，一般分布在航母周围300海里的区域范围内。F-35C 战机的雷达作用距离为125公里。FA-18C-EF 雷达作用距离为110到180公里。在1、2D 预警机引导下，对80公里范围的战机、100公里范围的轰炸机，其发现的概率高达90%。在中程防空拦截时，打击群的主要作战兵力为伯克级驱逐舰和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可携载标准系列的导弹。其中，伯克级驱逐舰有96个发射单元，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有122个发射单元。因此，它们都有非常强的防空拦截能力。在近程防空拦截时，主要靠的是航母本身和宙斯盾舰的各类导弹以及密集阵防空炮。除此之外，2015年美海军提出分布式杀伤概念后，计划使用海拉姆系统替换密集阵防空炮。因此，在未来，宙斯盾舰的近防距离将由1.5公里扩展到10公里。另外，
福特级航母本身新增的电磁轨道炮以及激光武器，还可以拦截10倍声速的导弹，因此它的安全会进一步得到保障。在对海作战上，福特级航母的对海作战可以分为反潜作战和反舰作战2种。反舰作战同样可以分为近程、中程、远程的3级作战圈。其中，近程作战圈是航母本舰加宙斯盾舰组成，航母舰载的电磁轨道炮和高能激光武器，对敌军舰来说就是一个超级大杀器。而中程作战圈则由宙斯盾舰、核动力攻击潜艇以及无人潜航器组成，可携载发射鱼叉反舰导弹以及战斧巡航导弹。只要发现目标，敌军舰被摧毁的几率几乎是100%。而最后的远程作战圈则由航母舰载机组成，可携载发射远程反舰导弹、鱼叉导弹以及企鹅反舰导弹。基本上，敌军舰连福特级航母的面都没看上，就会被击毁。到了反潜作战，由于潜艇具有极高的隐蔽性，可遂行突然打击，因此美海军十分重视反潜作战。目前，美海军已经建立了空中、水面、水下的远中近相结合的反潜体系，因此在未来，福特级航母打击群进行反潜作战时，编队队形应该是以航母为中心，其他水面舰艇分别位于航母的前方和侧前方，呈半环形部署，其中的核动力攻击潜艇则位于航母正前方，负责正面反潜。福特级航母打击群的反潜作战，按照现有的模式推测，可分成3种：巡逻反潜、详察反潜以及映照反潜。巡逻反潜的警戒级别较低，尽分为内层反潜直升机、外层岸基反潜机巡逻。巡查反潜意思是编队对某海域进行拉网式搜索，来回反复的探查，一般用于开阔的海域。最后的映照反潜就是编队在接收到敌潜艇活动的情报后，迅速对相应海域进行搜索，通常采取舰机联合的搜索反潜方式。在发现敌潜艇活动信息后，编队会先安排3架反潜直升机呈倒三角队形，对编队前方3到10公里区域和疑似海域进行侦察。根据尼米兹级航母可载6架 SH-60 型反潜直升机，宙斯盾舰可载1到2架反潜直升机估测，福特级航母打击群可携载约9到14架反潜直升机，每架直升机滞空时间约为2小时。有效搜索范围应该为28平方公里的圆形，编队1小时内可控制约2520到3360平方公里的海域。至于如何锁定敌潜艇位置，若发现敌潜艇数量较多且分布面积较广时，编队可以采取区域搜索攻击方式，各舰负责45度扇面，并同步缩小搜索范围。若敌舰数量较小且分布集中，采取环绕搜索模式，编队绕疑似点绕圈包围机动，看起来就像群鲨在捕食，最终会把敌人给彻底撕碎。总的来说，未来福特级航母打击群的编组模式仍会继续以作战任务为目的，进行合理的部署，要同时兼具极强的远程打击、侦察预警、防空反导以及反潜作战能力。另外，伴随美海军作战理念的不断完善，未来美航母打击群的作战模式还可能出现航母打击群加两栖作战舰打击群、航母打击群加滨海战斗舰等新模式、新战法，其灵活性将得到大幅提升。好了，火力军已经将自己的看法和大家做了分享，有不足的地方还望谅解。那么你觉得，要是福特级航母和尼米兹级航母战斗群打架，谁会赢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